宝生节不是印度人的 Key 档。首先，我们要来说说什么是 Key 档。Key 档是华人民间信仰的一种通过神鬼附身的方式来预言未来的祸和福。最常见的神明 Key 档呢，有济公、哪吒、齐天大圣等等。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有时候呢，也有家属的灵魂啊、孤魂野鬼等等。乩童在 Key 档时，在神鬼附身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会割舌头、过钉桥、爬刀梯都不痛不痒的。可是大宝生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些信徒白针穿身过火滩，那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的 Key 档呢？答案是错误的。我的玛雅小科普系列，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Thaipusam 这个节日。在马来西亚，印度人有主要2个重要的节日，其中一个是屠妖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宝生节了。屠妖节就像是印度人的新年，可是大宝生节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跟战斗之神 Murugan 有关的节日。字面上我们是读 Murugan， 但是我问了我的隔壁的邻居，就是在鬼仔巷的其中一个邻居呢，他说这个字应该要念 Murugun。那我们今天的整集节目就讲 Murugun 吧。大宝生节一般呢是会落在1月或者是在2月份的时候。Thaipusam当中的泰呢指的是泰月，也就是印度古历的10月。Pusam 的意思是泰月最闪亮的星星，所以根据推断呢 ，Pusam 这一颗最闪亮的星星非常有可能指的是月亮的意思。那就是代表着月圆之日喽。那 Murugan 又是谁呢？他其实是湿婆神还有雪山女神的幼子。相传在大宝生节呢，是 Murugan 拿到母亲赠送给他的长矛的日子。因为有这个长矛呢，让到 Murugan 可以用长矛来消灭魔鬼 Surapradman。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现今的大宝生节的意义呢，跟开斋节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具有忏悔还有请求原谅的含义。而且呢，在这个大宝生节的时候呢，信徒是必须要提前1个月斋戒。这个也是跟马来人好像有一点点像哈，他们需要遵守戒律来准备这个盛典。大宝生节除了是赎罪，当中还包括了还愿、贡献、苦行、感恩、静心等等。而大宝生节呢，也有游行、跳舞不可解释的神力。虽然在形式上跟华人的求神问卜的 Key 档是蛮符合的哈，但是呢，本质上的意义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忏悔者在参与大宝生节时，必须在事前严守戒律、禁欲，还有吃素长达1个月，并且呢，在这个大宝生节的前一天呢，接受寺庙的祭司的训诫，并且进行24小时的斋戒，以净化肉体还有心灵。在这段期间呢，信徒必须完全的禁食，或者是每天只吃1顿简单的素食、水果或者是牛奶。避免吸烟、饮酒或其他的毒物，还有禁欲。另外还有在冷水中洗澡，而男人呢通常不刮胡子或者是剪头发，还要睡在地板上。为什么睡在地板上啊？知道的朋友请在下方留言。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意义啦，可是，在我们查到的资料，在这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明，所以知道的朋友请留言让我们知道。好，回来。经常的或至少在早晚必须要各进行1次的礼拜哦。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是，重头戏呢是要在大宝生节的当天，信徒需要背上拥有行动祭坛之称的 Kavadi 去酬神还愿，而其他的信徒呢则会敲锣打鼓的来唱诵 Murugan 的歌曲，来制造打气加油的气氛。Kavadi 是什么呢？Kavadi 是一道木质或者是铁质，有装饰华丽的拱形架子，上面会有神的画像，有时候呢会用孔雀的羽毛还有鲜果来做装饰。而 Kavadi 的字面上本身的意义呢，就是体力上的负担。之后呢，信徒会用各种利器，例如铁钩、铁枝等，穿过人体的表层皮肤、舌头或者是脸，可以有百针穿身的地步，作为苦行来洗净1年的罪恶。据说
背负卡瓦迪的信徒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呢，并不会感到痛苦，而他们的伤疤呢，也不会流血，事后也不会留疤哦。看不起鸡呢？好了，那了解了大宝孙节基本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卡瓦迪到底有多少个种类？我们今天主要解释的是4个种类。第一个 Alanggara。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 Alanggara Kavadi， 它的重量呢可以从30到50公斤不等，需要有一个团队，就是包括了有乐队、祭司、保姆等等来进行这一个朝圣活动。通常呢，他们会从黑风洞附近的新都庙或者是巴杜河的临时祭坛出发，而这一个 Kavadi 只有男性可以背负。第二种 Val Kavadi。Val Kavadi 用小神毛穿刺脸颊，还有舌头，通常是信徒许了静默之誓，也就是在大宝生节期间呢，要禁言，只专注于神进行灵性交流。第三种就是 Paul Kavadi。Paul Kavadi 是牛奶装在铁罐里面，由家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成员一起头顶铁罐共同朝圣，这是最普遍的 Kavadi， 也是一般呢强调正统新都教的宗教团体所同意的背负方式。相较起来 ，Paul Kavadi 好像非常的普通哦，比起前面的那些好像没有什么挑战啊。可是你不知道了，因为呢在古印度时期呢，还愿的信众们呢并不可以由自家备好的一整罐的牛奶拿去酬神还愿的，他们必须带着这个奶罐子，家家户户的去要求大家施舍一些牛奶给他们，直到这个奶罐子装满之后呢，才会送到神坛前去酬神。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奶罐还有鲜花可是非常的珍贵的哦。第4种 Karumbu Kavadi。Karumbu Kavadi， 这是最有趣的部分，因为呢是求子心切的夫妻在得偿所愿之后，就是真的生了 baby 了哦，以扛着这个甘蔗黄布包裹着的 baby 来向这个 Mugan 大神还愿的，是不是觉得哎呦我的妈呀，当了马来西亚人这么久，现在才搞懂你有份放假的节日大宝森节到底是庆祝些什么吗？我真的觉得这一系列的节目太有意义了，让我们一起呢来成为这个越来越称职的马来西亚人吧，主动的去了解我们各族同胞的一些文化和习俗。如果你也有什么关于我们亲爱的马来西亚各族之间想知道的大事小事，除了敏感的事，因为我们很怕惹事，欢迎在留言处告诉我们。我是莹莹，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系列的节目呢，请大力的帮我们 share 出去。我们也会有英文 CC 字幕、马来 CC 字幕，所以欢迎分享给我们的其他不同种族的同胞吧。赶快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的IG 还有 FB。下一集的大日子，我们再见。